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6号，星期六啊，今天是36啊，欢迎大家参加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啊。今天题目的是韩国瑜被罢免，蔡文清剿亲共势力啊。那么这个新闻其实不是一个有太大悬念的新闻啊。先说新闻。台湾中选会今天宣布那个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投票人数96万，那么投票率42%，有效票96万，支持罢免票93万9090票，占97%，不同意罢免，反对罢免票数是2万。5000票，占2.6%啊。那么赞成票达到了选举总人数的1/4以上，这个投票结果通过啊。这也就是说韩国瑜被罢免了啊。那么韩国瑜罢免的这个就是支持罢免韩国瑜的票数已经超过了，总共是93万票，超过了韩国瑜当选的89万票说明什么？说明高雄人真的很不高兴很不高兴，觉得他们被韩国瑜背弃。那么中选会就说12号将举行委员会议审查罢免案投票结果，依公职人员选罢法规定，被罢免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解除职务，被罢免人自解除职务之日起4年内不得为同一公职人员候选人，就是说4年之内他不能再选这个高雄市长了然后黄之锋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他表示我选了一段他这个话：台湾人今天的抉择正是拒绝一个走进中联办对中共频频示好的市长他是一个这样的解读。那我的解读是什么呢？我的解读是韩国瑜罢免案是民进党的操作，是蔡英文的拔旗行动显示蔡英文开始强势清扫亲大陆的势力这是我们还是重点要分析一下岛内形势和两岸关系因为韩国瑜你看他选上了这个高雄市长很强势而且是一个叫什么翻盘局是一个翻盘局，然后他再去选候选人他选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总统候选人也是强势翻盘然后他就选总统输给了蔡英文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看到的是什么？背后看到的是大陆这边对韩国瑜的强势的支持这种强势的支持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之前的影响非常正面，但是后面有一些转折，重大转折，2个重大转折，一个就是王立强案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王立强案对这个台湾大选影响很大，当然同时香港的发展其实对选情影响也非常大。那么其实你可以从现在来看在韩国瑜身上聚焦了3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大陆对台湾的这种岛内政局的影响和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两岸关系很重要第三个，
整个的岛内的局势，其实它的影响的方向在韩国瑜身上，韩国瑜就是一个风向标，那我们来做一些解读就做一些解读。第一个，对蔡英文的行动做一些解读。蔡英文进入第2个任期他基本上没什么包袱了他也不可能再连任了，所以他现在做事情，他会比较没有顾虑没有太多的顾虑。但是蔡英文这个人，他的性格又比较没那么强势，因为他毕竟在政治他不是个职业的政客所以他做事情还是比较温和，手法比较温和，但是立场很坚定蔡英文是一个这样的特征，所以他第2个任期没有包袱，他做起事情来相对来说会直截了当直接直奔主题但是呢手法又会比较有一些不那么粗暴没那么粗暴，这是第一。第二，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强势地位国民党无法有效狙击这是第2个。第3个，中美关系的交恶，实际上对台湾现在的处境来说，特别是两岸关系的这个天平来说是有利的那么美台关系迅速升温蔡英文开始就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和各种资源的供应你比如说像武器装备的销售和武器装备的研发等等，这些支持就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么第4个，香港问题的持续的恶化，令台湾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对外关系的资源你比如说像英国英国开始说我们要提升对台的关系等等，然后在国际各种组织上开始，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开始为台湾发声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对蔡英文来说，他现在属于一个强势的运作当中这是一个所以蔡英文的行动越来越强势，这是第1条。第2条，但是蔡英文有2个基本的策略第1个策略，对大陆政策保持坚定立场，就是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蔡英文的坚定立场但是呢，他做事呢低调不刺激3不，蔡英文的3不，第1个低调不刺激，第2个不挑事儿，第3个不给借口，这蔡英文的第1个策略所以你可以从蔡英文的这个就职讲话能看出来他大概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是第二个方面他也有作为什么作为呢？就是对外积极作为获取更多的国际认同，这是对外积极作为。对内也是积极作为，对内积极作为是什么？就是2点。第1点，拔除中共的在岛内的这些影响力其中我认为这个韩国瑜就是敲山震虎的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积极备战加快武器装备的提升，对内大概是这个方向现在最难过的是谁呢？最难过的是国民党国民党丢掉了总统位置，然后呢这个立法院又没有办法发言，基本上他现在的位置发不了言声势强势，国民党强势拔起，他也没有办法抵抗你看韩国瑜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国民党没有办法抵抗，声势不足，资源不足，民意支持不足然后他呢现在呢想跟中共切割，因为中共现在在岛内的影响力开始衰减，他想切割，
但是下面又被捏住啊，下面又被捏住，不切割呢，中共又变成了票房毒药，所以很难办。他现在的位置就很尴尬。你可以看，你可以在香港问题上，国民党的这个态度就很奇怪，很奇怪。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他面上想切割都做不到啊。但是不切割又很难办啊！这个局，因为两岸关系的天平在向台湾倾斜的时候，他如果不跟大陆切割，他对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是一个这样的局势的话，他跟中共绑在一起。美国人一定会收拾他们的啊！这个美国在岛内的影响力仍然是非常大。你可以看到啊，在岛内的影响力，除了民进党跟国民党，当然是情况非常复杂。中共在岛内的影响力很大，另外一头，美国在岛内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也是非常大。我今天想说说关于这个，我之前谈过几次啊。我一直在讲，我说我不理解这个韩国瑜那500万票什么意思啊？大家就很多的讨论。我最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我继续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还想说说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些感悟啊，分享一下啊。国民党这500万票啊，这个韩国瑜这500万票。什么原因它背后反映了什么？我有几点是这样啊。第一个，这500万票都是老国民党党员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相信是没有意义的啊。忠贞的国民党党员，这个没有意义。他们为什么要投韩国瑜？韩国瑜跟中共走得那么近啊，甚至王立强案都讲很清楚啊。王立强指着韩国瑜说他收了钱这个都没有影响这些忠贞的国民党党员投给韩国瑜啊，说明什么？我有4点，我分析他背后的想法。第一个，这些人觉得中共真的很强大，强大到什么呢？强大到台湾没有办法抵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些人就是中共的这些年的宣传，这种洗脑式的宣传，这第一个，因为中共真的很强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相信中共说的，只要和平统一，就天下无事啊，只要和平统一，天下就无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是害怕什么呢？害怕万一台独的话呢，中共会打过来，而且他们还相信中共说的那句话，就是解放军要是打过来的话，美国不会介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前面这句话为前提，最重要的是第四点。他觉得呢，他们认为，他们不愿意，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对抗中共，他们不愿意去面对中共，与中共对抗。他觉得反正我也打不赢，我不能牺牲掉，打不赢我就加入他吧，跟他一伙就安全了。这是我觉得这是这500万票的背后的这种想法啊，这是我的一个最近的一个体认啊。其实呢，我这讲了这几个，其实呢，这500万票有2点，我后来我觉得，我后来是明白了啊，其实他们知道中共是什么，而且他们也知道中共干了什么，这是第一点啊，这2个是前提啊。第二点，他们也知道中共没有底线，啥都干得出来。为什么？香港是现成的例子，但是他还把票投给他，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人也是没有底线的，他们也是没有底线的，他们就是明哲保身，就是我自己安全就行，我只要我安全就行，我不愿意去面对中共，我不能跟中共打，反正我之前也打败了，这就是这500万票的含义，这是我的看法。在对台政策方面，我觉得中共核心的对台政策是什么？核心的对台政策就是还是他其实对台湾的策略和对国内的策略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就是文攻武下4个字，文攻武下。文攻是什么？就是洗脑，就是我这500万票，我刚才讲的这4点，就是洗脑洗出来的，不断的洗脑，告诉你，你要台独我就打你，你打不赢我的，美国不会帮你，没有人会帮你，这不断的在强化这个信息，只要你台独我就打你，然后不断的告诉你，你看和平统一不挺好吗？你看祖国大家庭多好，这个三段论不断的洗脑，这一头呢枪杆子，时不常的给大家看一下，露肌，叫秀秀肌肉啊，秀秀肌肉，经常什么东山岛演个戏啊，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得营造一个这个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是什么？你看香港回归挺好吗？你看香港人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挺好的，不断的秀这个吧，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美关系，你看跟美国勾肩搭背，你看我们关系多好，我要是打你，他会帮你吗？他会放弃我吗？其实是这有2个很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环境证据证明他说的这几条，就是第一个，你台独我打你；第二个，你打不赢我；第三个，美国不会帮你；第四个，和平统一不挺好吗？你看看香港，我们这里有钱，能挣钱，挣大钱，你跟我混，挣大钱，日子过得好。这是中共对台政策的基本上的4段论。这4段论有2个前提，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香港，香港是榜样。这一头呢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把台湾人的后路给断了。这个明显的，你2300万人，这里14亿人口，这没办法对抗的，这怎么对抗？当年还是大陆还很穷的时候，那没话讲啊，对不对？那武器装备还差个级别。你现在中国变成世界第2大经济体，跟美国关系那么好，那是打不赢，那是打不赢。这就是中共的策略啊。美国的策略是什么？美国的策略在川普之前，美国的策略就是4个字：模糊战略。不讲，就是不讲，我就是不讲。我不讲什么呢？我不讲我不保护台湾，我也不讲我保护台湾，我就讲我要维持台海现状，我鼓励两岸人民的和平统一，我鼓励，但是呢，不能够武力改变现状。他也不说大陆你要打台湾我就出兵保护台湾，也不说这个，也不说我不出兵啊，他模糊战略。这个模糊战略是从谁开始？从小布什开始，就是那个关系特别好，那个时候关系是非常好啊。那模糊战略是什么意思呢？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不得罪大陆，但是呢也不放弃台湾。那台湾一放弃，那这个第一岛链不就断了吗？这岛怎么链没岛链了就。所以模糊战略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摁住台独，你别惹事儿啊，你别惹事儿。所以你说李登辉很厉害，我说李登辉厉害在哪儿？你想想看，美国这个模糊战略，其实在台湾来说，它是有模糊战略，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遏制台独。
你别惹事，你别给我挑事儿。为什么？我这个在大买卖，我跟中国有大买卖，你别破坏我们的大买卖。所以呢，我保护你没问题，但是我不能说出来啊，你心里知道就行。但是呢，你要挑了事儿，我未必保得了你。这就是所谓模糊战略。模糊战略在中美关系出现了危机之后，你看中美关系一转差，模糊战略就没有了，就不模糊了，美国人就不模糊了。美国人不模糊的就变成什么呢？非常的清晰了。现在啊，支持台湾，保护台湾，啊，支持台湾，保护台湾，这个战略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放在桌上。所以实际上，为什么现在的形势是两岸关系的天平开始向台湾那边倾斜？你想一下，我们之前讲过两岸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美关系，还有一个是美台关系，这是一个三角啊，这三角。在这个三角当中中美关系原来是非常粗壮中美关系是大局，在中美关系大局之下有一个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是在中美关系大局之下的一个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直接影响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好的不得了，两岸关系天平就往大陆那边倾斜，因为很显然，你不能太多我打你打你美国也不会支援你，这个话就成立。但是呢，你现在中美关系闹崩了吗？闹翻了吗？两岸关系就开始向台湾这边倾斜，你敢打台湾的意思就是你敢打我，他会打你的这个就倾斜过来，这两岸关系就发生了变化。那么美台关系就急剧升温所以现在美国的战略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台湾各种武器反正怎么先进怎么来基本上最近又卖鱼雷，那鱼雷是打什么的？打航空母舰的，叫什么 YK 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卖了18枚，之前其实已经卖了27枚27枚，现在又卖18枚。这个鱼雷是专门装在哪里呢？装在潜艇上打航母的，总共2艘航母，27加18 40多枚，打2艘航母应该问题不大吧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这是基本上是美军最先进，除了他们自己用的以外最先进的了然后你看陆地上卖坦克等等，反正现在就是支持台湾用台湾来制衡大陆那么确保第一岛链的完整。但是呢，美台之间也有默契什么默契呢？蔡英文不惹事儿，但不必怕事大概是这样。只要有事，美军就沿着美国的军舰就沿着这个台湾就穿过台湾海峡，就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只要那个之前大陆的这个航母就绕台航行一下。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只要他一出来，台湾的军机就马上上去台湾现在对大陆的这个行动呢非常强硬以前就忍着，现在不忍了，现在直接上战机驱离。所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正在改变台海局势和岛内政局。蔡英文开始强势执政，对岛内亲大陆势力进行拔旗行动，然后大陆对台湾岛内的局势的影响力持续下降，两岸关系天平开始向台湾一边倾斜，这就是总结。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几条新闻我也想一起报一报
有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叫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啊，简称叫 IPAC，IPAC 啊，就是5号成立啊。这个是由这个英国前保守党的党魁史密斯发起，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叫什么卢比奥，也是其中发起人之一，总共有8个国家的19名议员加入啊。那么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挪威、欧洲议会18名议员，主要是针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关注什么呢？关注新疆、香港等问题。然后他们的说法是，民主国家为了保卫共同的价值观，联合起来的时间到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很重要的信息。我一直在讲啊，疫情这件事情让西方国家开始发现中国对西方的威胁，是真正的明白哦，这是有威胁，疫情这件事情。但是真正的让西方国家开始聚合在一起的是什么？是香港议题。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这种强势的操作啊，特别是这次国安法这件事情，让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下聚合。你看见没有？这个成立正好说明什么？西方国家开始修补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他们开始走向联合干什么？对付中国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这是重要的趋势啊，这是一个。第二件事情就是习近平访日，原本计划是今年访日，不过由于这个疫情推迟，然后日本现在是什么态度呢？日本政府新闻是这么说，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不在2020年内发生，就是习近平访日啊，也暂停协调习近平访日相关日程，就是今年习近平就不能访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很重要的信息。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疫情还没有完全平复，但是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中美关系的尖锐对立。日本实际上没有选择，一定是站在美国这边，那你还让他跑到日本去国事访问，那怎么可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中美严重对立、严重冲突。那么日本站队，必须站队。日本站队毫无疑问，他就站在美国一边。站在美国一边，习近平访日这件事情其实是什么？无限期往后推吧。然后呢，这还有日本媒体报道说什么呢？中国方面在钓鱼岛一带活动空前频繁。5月上旬发生了一起史无前例的中国海警船追逐日本渔船的事件啊。到5号为止，到6月5号为止，在钓鱼岛周边水域连续53天发现了中国海警船，连续53天。日本防卫大臣就是他自己说啊，他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啊，危机感。这是一个，就是中日现在就是中国在日本这边啊，再搞点事情啊，再搞点事情。然后另外一头，捷克，大家还记得捷克的前议长本来去访问台湾，然后呢就收到一封中国这个阻挠他的信啊，阻挠信，后来就猝死，收到一封这个信啊，就是他中国大使馆
给了一封信给他，就是非常强烈，用非常强烈的语言阻止他访台啊。然后接任的这个参议员的议长叫维特奇，他宣布说他死了，我还要去访问台湾，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儿不大啊，但是还是有一点意思啊，还是有点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跟台湾有关的这些事情，核心的问题讲的是什么？核心讲的就是宋楚瑜被罢免其实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啊，这象征意义就是蔡英文开始强势了啊，强势起来。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这里提2点啊，第一点，点赞很重要啊，那么就在这里，就在这下方，请大家点一点赞啊。点赞是我们抵抗这个平台限流和5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面对这些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还有就是我们很快就进入这个20万的订阅啊，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说这个事情是要提醒大家，请大家每一个人都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平台一进入20万会进行吸粉活动啊，我亲眼看见咱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吸粉洗得很厉害啊。那么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啊，订阅王建这个频道订阅还在不在啊？不在就再订一会儿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检查订阅的时候顺便点亮小铃铛啊，点亮小铃铛，这样的话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参加啊。如果你没有收到通知也没有关系，定点来就行啊。然后可以关注我的推特号和脸书号，我都会在直播前的10分钟左右把我们直播的链接发到上面去，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参加直播。还有一个就是脸书的这个关注呢还是有点少啊，到现在还没有超过5000啊。那么脸书呢是台湾跟大陆台湾跟香港的网友用的比较多啊。那么请台湾跟香港的网友呢多去关注我们脸书上面的这个页面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啊，尽量多一点啊。我可以提醒一下香港跟台湾的网友，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第一，情况；第二，问题；第三，观点，好吗？好，明谢一下。Mike 猪，谢谢。李养成，谢谢。观点：昨晚向国内的家人解释香港的真实情况，没有试图说服家人，因为国内能接触到的香港新闻全方面抹黑的。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6·4发生在今天，国内对6·4的报道是否会跟今天像香港的新闻一样？我无法给家人展示真相，只能帮助他们去学会质疑他们所见所闻。荣光必归香港。谢谢啊，谢谢。Leon，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啊。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良好的意愿是一回事啊，良好的意愿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更要注重什么呢？更要注重效果啊，就是我经常讲的啊，这是我经常讲的，就是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或者是理念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要有个崇高的理念，同时也要有一个道德的手段啊，就是这2者之间是互为里表啊，是一件事情的里外关系啊，其实就是事情本身啊。那么中国人呢，这也是被洗脑洗了这么多年，经常讲的是什么？我只要我的理想崇高就行，手段不择手段没关系啊，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想。
这是很危险的，大家记住，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你想一下，那些坏蛋哪一个不是顶着崇高的理想干的坏事？你讲讲看，从希特勒开始到斯大林，哪一个不是理想崇高？手段也是理想，就是一件事情，你实现这个崇高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道德的。如果手段不道德，你的理想崇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们除了要看一个人，你跑出来讲他的崇高理想，你也要看他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是不是道德的是不是道德的。如果他的手段是不道德的，你一样要唾弃他。这就是我经常在推特上面经常会有网友问我你对这个人怎么看？你对那个人怎么看？我有的时候我不说为什么？我不表态，原因是什么？你突然跑出来一个人，他说我想干什么？我有个崇高的理想我想干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我是不表态的。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表态。他只是说他的理想理念，你没看到他怎么去实现这个理念，就是他实现的路径是怎样的。如果他实现的手段、实现的方式是不道德的，我仍然不会支持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就是包括最近这个郝海东郝海东出来讲一件事情，然后有人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是不表态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只是一个宣誓，在这个宣誓之下，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表这个态所以我们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手段是否道德，是否也是那么高尚，是非常重要的Burke 张谢谢 Daniel 梁谢谢 Pig Pat 谢谢，感谢王先生的观点。加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他的态度的确很接近你的看法，不过他还有个观点，就是不信任美国。他一直觉得美国人是坏人，不可信任，感觉美国当年和中华民国断交的恶果，到现在还是一直影响台湾社会。美国人现在还是在还这笔债。当然，中国的政局影响很大，美国对中国政局影响很大。中国现在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当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结果。什么意思？国共内战其实最终为什么国民党败？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对中共的支援完全没有保留苏共给中共的资源完全没有保留，但是在后期，在国共内战的后期，美国是放弃了国民政府的，这才导致的整个战局的一面倒的这个局势当然中共不会讲这个情况中共肯定是不会讲这种情况，国民党也不会讲这个情况，原因是被美国放弃也不是什么有脸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人讲，很少人有人讲。国民政府最后败退台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力度非常的大，完全没有保留，但是美国对国民政府到后面就是基本上放弃了。为什么？国民党腐败，但国民党那个时候的腐败还不如现在中共腐败的1%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已经非常失望，就放弃了。这就是国民政府为什么败退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到后来美国基于他的全球战略利益，选择要跟大陆建交那么去制衡，去对付苏联。你说不道德吗？的确也是不道德因为你这个美国跟台湾这种战略联盟的关系，
你这为了更大的利益放弃它，这是对台湾的这个背叛，对中华民国的背叛，所以台湾人对他有怨气，我觉得这很正常，这很正常。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情愿相信中共，也不相信美国，这有点，你觉得这是有点奇葩吗？是不是？你情愿选择中共，也不选择中共，原来是你的敌人呢，你都情愿相信了，也不愿意接受美国，那我觉得这似乎有点不 make sense 嘛，是吗？杨文斌，谢谢，今天来支持王老师直播，谢谢你。William Kwok， 谢谢。洪生，谢谢。愿荣光归香港，暴政必亡。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观点：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罢韩四君子的一人出来说，这次罢韩选举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中共明白，台湾人民会用手中的选票来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经过今年的疫情和香港版的国安法，台湾岛内原先在蓝绿之间摇摆不定的一大部分人清醒过来，在这次香港和台湾罢韩的选举中，起中坚力量的都是年轻人，是的，所以台湾和香港的未来都在他们身上。上一代的两地老人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我很替他们高兴。大陆在这方面还遥遥无期。是的啊，是这样的啊。情况查了一下，墙内报道韩国瑜被罢免，都是在说过了57万门槛，绝不提93万比2万的差距。下面的评论全是说这是民粹主义，而且说误国害国，还说韩是个好领导，正在做风向调整。那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写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啊。观点：韩国瑜的现象无可否认，金钱对人性的控制力。这几十年来，中共通过外资进入，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令其得以用金钱在世界各地不断收买代理人，安插内线，以致成为今天的局面。若不是这场病毒流行，很难这么快看到有什么变化。是的，这场疫情其实很多东西就揭开了啊，就是这里面有2个因素哈。第一个因素就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中美之间的冲突其实把原来很多暗藏的问题给它翻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中美冲突。然后疫情的发生，实际上呢，把整个中国在全球的这种布局给暴露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必须动用这些资源去救局、救火这一救火不要紧，就实际上这个火力点就全暴露了。所以其实这场疫情，为什么西方国家正在整合他们自己的这种立场开始协调他们的立场，要站到一起来的原因，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观点：罢韩成功跟蔡英文没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高雄市民选韩国瑜时对他期望很高，没有想到韩一选上市长，在毫无政绩的情况下就背弃高雄市民，请假去竞选总统。当选1年多，他的竞选政见没有一项兑现，全部都变成空头支票。如果没有民进党全力的催票推动这件事情，怎么会罢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民进党在背后的全力推动，民进党为什么要推动这件事情？那肯定是蔡英文的想法。如果没有蔡英文的想法，民进党不会推动这件事情。如果民进党没有推动这件事情，罢韩成不了。韩国瑜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国民党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你说靠这个高雄市民去做这件事情，我不觉得能成政治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观点，王老师分析500多万票的4点，少了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讨厌民进党。王老师不能视而不见。讨厌民进党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但是我没有讲的原因是什么？民进党其实是过去若干年吧，民进党其实是在变化的，特别是当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哎呀，我这嘴边什么？就是民进党他没有执政资源，他第一次执政、第二次执政，其实他们的执政的效果非常差。为什么会败得那么惨的原因是9合1选举会败得那么惨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民进党执政资源其实是不足。那么所以民进党的光谱，他的政治光谱是在不断的调整啊，他要赢，他不能够只考虑深绿的因素，他也得考虑浅蓝，甚至中间甚至浅蓝的因素。所以讨厌民进党这件事情对这个选票有影响吗？有影响。影响大吗？影响大。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那4点大，他们还是以国民党为前提来投票啊。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我就可以讲很长的了，包括国民党的这种党文化，国民党的这种党文化、听话文化等等啊，有很多影响啊。观点：台湾的路不全是台湾人民决定的，而是台湾海峡与太平洋两端的对峙。台湾人民当然可以决定台湾的路啊，这个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的，就是台湾人民决定啊。为什么？你看一下香港你就知道啊。如果香港人不抗争，现在香港是个什么样的？香港尚且如此，台湾是一个有独立选举制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它怎么不是台湾人民决定？一定是台湾人民决定。台海两岸会影响台湾人民的生存状态，太平洋两端的对峙也会影响台湾人民的生存状态，但是在民主制度下，台湾的路向绝对是由台湾人民决定啊。观点：美国的底线就是不台独也不反攻的话，剩下的你爱怎么搞就随便你。美国现在对台湾的看法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之前当然就是以前李登辉有个外号是美国人给他起的，叫麻烦制造者。麻烦制造者讲的是李登辉。李登辉执政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两国论啊。两国论是谁给他发明的？是谁制定的？是蔡英文制定的。所以你看台湾的政局其实是有很多脉络的啊。蔡英文帮李登辉制定了两国论，为什么？因为蔡英文是法律专家啊，他制定两国论。两国论抛出来以后，然后才会有台海危机等等一系列的。美国就觉得很麻烦，为什么？因为美国不愿意改变台海现在的局面，他不愿意和大陆发生冲突，他们还是要做大买卖，不想台湾在中间搅局。李登辉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这个时候他抛出两国论，其实让美国很为难。美国呢就想模糊，就是不说，啥都不说，模糊。但是呢，这个李登辉这两国论一出来，他没办法模糊，因为大陆那边真要打，真想打，还在准备打，拿下一个岛。这个情报被台湾那个间谍拿到了，台湾的间谍最后把这情报给了台湾，台湾再告诉美国，你看大陆真要打了，所以才派军舰、航空母舰跑到台湾海峡。
然后这个解放军急撤200公里，急撤200公里。所以你说这个，你说美军和解放军中间的这个差距有多大？差距就是这么大，实力就是这么悬殊。最后什么？最后解放军发射的导弹是没有引信的，是不炸的。发给谁看？发给美国人看，发给台湾看。我的演习其实是没有引信的，不会爆炸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当时真的要准备拿一个岛的，所以其实美国会不会出手？在那种情况之下，美国都会出手，何况现在，你说是不是？所以美国的底线不是不台独不反攻，不是这个意思。美国的现在美国对台湾的看法是什么？美国肯定是把台湾当作第一岛链那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链条之一啊。我不喜欢把别人说成棋子，没有人是棋子，棋子是不动的，往那一放就是死在那儿的，人不会这样。我会扮演某一个角色，但我不是个死东西，摁在那儿就不动的。这就李登辉当年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样的啊。观点：中共文攻武吓台湾人，真正怕的是战后婴儿潮那代人。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觉醒，尤其是香港的影响至关重要。这次罢韩结果摆在眼前，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战胜恐惧。我觉得台湾人，老实说，台湾人有什么恐惧呢？真正应该恐惧的是谁？香港人啊，对吗？谁在第一线？真正的第一线前线在哪里？真正的前线在香港，好吗？台湾人还轮不到台湾人恐惧啊。情况：今天晚间9时许，高雄议长许昆源经传在家大楼堕楼身亡，警方获报前往现场，初步查看许昆源已无生命迹象，警方见证人员已赶赴现场采证。我的天哪，这是真的是为什么？要看一下啊。观点：今年1月份，蔡英文创历史的高票当选后，国台办发言人说，相对于台湾的817万票，大陆的14人才是多数人。当时台湾一位专家说了一句非常有力的反驳：大陆14亿人见过选票吗？你能代表这14人的意愿吗？先练练真正的选举，再来评论台湾的民主政治吧。可以啊，你让大陆人有这选票没问题啊，挺好的，好不好？啊，观点：用蝙蝠侠电影中的台词支援王老师刚才关于手段的正当性的观点。你宣称的表象之下的真实自我并不重要，你所作所为才定义了你。王老师说的对，是这样啊，非常好。情况：我是今天93万9090票之一，不是因为民进党，纯粹因为高雄不能停滞下去，必须跟上世界形势的浪头，否则高雄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观点：挺韩500万票中，很多是被蔡英文砍掉退休金18%利息的军公教人员，这些军公教人员对蔡英文恨得咬牙切齿。观点：国民党好像真的有一种恐共情绪，我想这可能是国民党长期以来自我催眠，回避当初丢掉大陆责任的结果。国民党丢掉大陆输得太惨，便只能反复宣传共产党特别厉害。就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回避自己无能与历史责任。观点：王先生说的对，我看我家里的忠贞
蓝粉他们真的都很相信中共很强大，觉得中共很厉害，可以短时间就变得有钱。前不久他们才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跟他们说人民币会贬值，他回答中共不可能放任人民币贬值的，所以一直不肯把大陆的钱拿出来，说美国人很坏，到处欺压别人，很自私，可是对于新疆、西藏、香港的事情就绝口不提。还有一点王老师没说，他们只要看到绿营就讨厌，立刻转台。这里面也有一些情意结在里头啊，还有一些情意结在里头。观点，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会投给韩国瑜，是因为民进党善于操弄族群，撕裂台湾人民并造成对立，仿佛只有民进党才是台湾人，这才是为什么有500万人投给韩国瑜，跟亲共没有半毛钱关系。谢谢王先生，谢谢你的观点，谢谢啊。观点，我从美国回去投韩国瑜选市长，因为高雄又老又穷，被民进党主持了20年，没有进步。少年时代的高雄市，全世界第3大港口，加工出口区兴旺发达，但韩上台之后，皮果还没有做热，就抛弃高雄市民的期望，竞选总统，而且期间扭捏作态，暧昧不明，弄得国民党内部也很被动，耽误了总统候选人的部署。韩被罢免，他自己难辞其咎，也有民进党的大力动员促进罢韩。这2件事情是我认为是我只讲了一边啊，因为我的今天主题还是讲蔡英文，所以我只讲一边。但是其实韩国瑜他自己没做好，这个是内因啊，这是内因，就是高雄人民对韩国瑜的失望啊，这是这件事情的基础啊，没有这件事情，民进党怎么推动都没有用呢？你民进党为什么不推动台北呢？对吗？所以这个问题是，首先韩国瑜自己有错在先，他自己难辞其咎，然后其次就是民进党的全力推动这件事情，这2件事情同时发生，韩国瑜才会被罢免。这2件事情缺一不可，没有民进党的全力推动，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你别以为韩国瑜他是省油的灯，那这光高雄人民不高兴也没有用啊。提问王老师，台湾有部分亲共国民党，香港有建制派，上次区会建制派能拿到40%多的选票，想问一下建制派是一帮什么人？上层工商界支持也就算了，那基层那么多普通建制派是怎么想？这里面有很多的利益啊。建制派民建联也好，工联会也好，他们做了很多年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工联会啊。工联会它有商店，有它的供应啊，物资供应等等，它是个非常完整的系统。所以建制派在基层做的这个工作做了比泛民做的好。在这个问题上是泛民是做的非常不足，基层工作做得很差，这是泛民的一个短板。泛民要在香港生根，获得香港人的支持，他们必须在基层扎根，做服务工作，把这件事情做到位，他们才能够和建制派进行全面的对抗，否则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其实那些基层的老百姓他会支持建制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建制派基层工作做了好多年啊，基层工作啊。提问，美国就业率大涨，如果经济 V 型反弹，是否会让美联储改变低利率政策？美联储扩大资产负债表和低利率同为救市手段，但这几个月以万亿为单位的救助是否注定会带来几年的低利率？最近为了贷款买房，对这个比较操心。那美联储的救市政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量化宽松啊，低利率本来美国的利率就不是特别高啊，已经什么特别高？美国的利率已经到了
到了底了，好吗？所以，会不会调整利率？我觉得美联储肯定是一步一步退啊。这什么叫一步？当经济反弹的时候，它反弹到一定的程度，它会退什么呢？资产负债表啊，退表啊，就先减少购买啊。原来是固定购买，每个月我得买多少，公布给大家。我现在可能慢慢的买债的这个数量开始减少，往后退啊，然后慢慢的缩表，把原来的那个表慢慢的缩表是什么？就把这个债卖掉啊，缩表。利率应该是最晚动的，就是他要看经济已经开始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他才会去退利率，利率是最后动啊。你买房子你没什么好操心的，不需要操心，为什么？随行就市，你还有选吗？你买房子你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你说我不买那是另外一件事，对吗？观点，对王老师六四特辑所说的影响中国人的要素有不同的看法。第五，人民的意志。王老师以前也说过，中国人总是把不幸归咎于个人境遇，而不是去反思体制。而且中共现在又成功的把仇恨转移给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我觉得中国人民的意志目前难以成为改革的动力。人民的意志当然很重要啊，人民的意志会变的。当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人民意志也会变的。人民意志不是恒定不变的。有一句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民意啊，流水的民意是什么？民意是不断的在变的，政客要追逐这个民意很重要啊。所以民意其实很重要啊，就是说民意不是恒久不变的东西啊，这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啊。虽然中共现在不断的给人民洗脑，不断的用恐惧去恐吓他们，但是你当有些东西发生，有些事情发生，会改变这些东西的啊。第六，科技进步放在中国的大环境，对中共洗脑建功的助力远大于对自由民主的促进作用。我的观点是对短期局势把时间拉长，王老师说的我都赞同。那好吧，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民主的权利是人民赋予，但是人民也应该承担错误的责任，不可以随便毁弃这个类似雇佣的契约。从韩国瑜身上，能不能认定许多台湾人不理解契约精神这个民主的内涵？契约的精神怎么会不理解呢？很理解啊。契约已经签，这就是契约的一部分了。罢免也是契约的一部分了，就是你要干好了，让你继续干，干不好我有权罢免你，这就是契约的一部分了，是吗？台湾人非常理解契约，台湾人没有冲进这个高雄市政府，把韩国瑜抓出来打一顿，然后把他扔到河里面去，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用选票让把他赶下来。这就是契约精神，契约就是这么写的呀。选罢法里面选罢法就是契约啊，是吗？提问：最近两岸有很多立场坚定的政治人物，如习近平、马英九、蔡英文、韩国瑜等，为何只有蔡英文一人能把路越走越顺，而其他人却把路越走越窄？这个问题怎么答？我不知道怎么答。大势所趋吧，你看看大势的方向是什么？大势的方向就是两点。第一点，在大陆你看这个方向，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改革开放，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原有的政治立场，而不是韬光养晦啊，你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取得你的其他的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你才能够挣很多的钱，才能发展顺利。如果你往回走啊，就我们这所谓的不忘初心，又开始去把红旗插遍全球，那肯定会出现状况。
这就是大势所趋啊。那么你历史潮流而动，那肯定会出问题啊，就是这个啊。蔡英文他正好是蔡英文运气比较好啊，正好碰见了一个这样的趋势的改变，他正好在这个位置上啊。观点：美国人既不是大公无私的君子，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但美国是全世界自由民主实施最好的国家之一。美国是什么哈？美国当然它有国家利益啊，但是你们细数一下，在世界上这么多个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大家数一下就好了。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你自己好好想一下，从一战、二战到今天，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做了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就好了。你不要去要求别人是君子，也不要把别人的一些行为指责为小人，你先看一下自己就好了，好不好？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啊，就是我们好和坏是怎么出来的？比较出来的。你看一下你身处的那个国家，他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有没有美国大？如果他比美国大，你就把它说出来，让大家去评判一下，好不好？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去用君子也罢，小人也罢，去评判一个国家，我们只讲客观事实就好，好吧？观点：我与王老师对郝海东的看法非常一致，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同样重要。推特上很多人觉得郝海东心是好心，说话也很重要，只是本人受到欺骗和蒙蔽。但我觉得他选择了一个令人怀疑的阵营，这个阵营的惯用手法难言正当，过程适当，很难讲结果正当，因此我难以支持。但是他发出了公众人物公开反共的第一声怒吼啊。我基本上没有做过多的表态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我要看的东西。等我看到了我要看的东西之后，我就会表态的，好吗？好，明谢一下啊，明谢。太阳 Tech 谢谢，贝拉瑞谢谢，吴 John 谢谢， Ivy 刘谢谢。周末打卡跟国内好友因为韩国瑜闹掰，十分不明白他们去年为啥当韩粉，发现人的固化思维很难改变。没有人能改变另外一个人的啊！我是很晚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也不要企图改变其他人。大家一定要明白，其实没有人是会被改变的，除非他自己愿意。所以改变其他人这种行为，你可以去影响他，你可以提供一个选项给他，但是你不能改变他，你不能用你的意志去改变另外一个人啊。马宁谢谢，崔俊峰谢谢。观点：蒋介石是儒家的帝王思想，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相反共产党和苏共是翻版，所以美苏对蒋毛的支持意愿不同。 OK， Charles Yan 谢谢，近前线的香港人，荣光必归香港。 Ada 梁谢谢，姥姥王谢谢，1万人在线，同时经历历史时刻，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民罢免了市长，我为民主雀跃，我为韩市长遗憾。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下个节目再见，谢谢。